你可能没有听过仙台这个城市，但是你一定知道鲁迅。作为鲁迅曾经留学过的地方，对于中国人意义非同寻常。今天我们一起沿着大文豪的足迹，探索一下仙台这座城市。下船了，下船了！现在到达东北的仙台，相当于咱们的沈阳，而仙台呢，也是鲁迅曾经留学的地方。你们还记得藤野先生那篇文章吗？就是在仙台写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呢还没到达他们市区，现在是在他们旁边的一个县叫宫城县。这回可不敢延误公交了，太可怕了。仙台是日本宫城县的首府，东北第一大城市，人口约110万，最早于1600年建成，有420年的历史。近代史上，仙台因鲁迅于1904年至1906年在东北大学留学而闻名，校园内设有鲁迅纪念碑和鲁迅故居。仙台的美食是炭烤牛舌和毛豆制品，在仙台随处可见炭烤牛舌的店家。在这里最盛大的节日竟然是七夕节，每年的8月6日至8日举行。这个时候，街道就会挂满七夕装饰，吸引着数百万游客。哎呦！下公交车了，现在咱们去解锁青旅。不对啊，在仙台我订的是一家酒店，这是一家相当于咱们国内的一个快捷酒店的一个标准，而我订的价格呢相当便宜，才180人民币。在日本订一间酒店180人民币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我觉得这里特别有日本昭和时代的一个韵味。突然觉得这个小城市我还真的蛮喜欢的，它没有东京那么喧嚣，札幌也有点喧嚣，但是又没有那么破。仙台的停车费，白天15分钟是100日元，晚上60分钟100日元，然后12小时间最大1500日元。前面这个就是日本的快捷酒店，相当于咱们的如家汉庭。走，咱们去日本的快捷酒店看一看。自动 ，Hello。反正我只是想过来放一下行李，一会儿再带你们去房间里面看一看。Thank you。我给你们看看日本酒店的细节。它这里前台外面会放一张椅子，可以放你的包。午餐我们吃一个便利店的盒饭，160，8块钱一袋。这个是东北限定的一种甜食，我估计上面的酱是一种毛豆酱，他们这边特别出名的毛豆制品。我上次喝的那个野菜生活的桃子味的特别畅销，你们看都卖光了。这桃子味的确实好好喝，很纯正的桃子的味道，而且不怎么甜。看到大瓶的还有货，拿下。お支払い方法をお選びください。電子マネーをレシートをお受け取りください。西瓜卡真好用。日本的咖啡啊，它会给你一个杯子，然后自己去打。跟你说，日本便利店的咖啡都非常好喝，而且一杯10块钱左右。其实呢，大家也可以像我这样，不用每一顿都去找餐厅吃，毕竟餐厅很贵的。所以呢，可以简单一顿，然后复杂一顿，就是也不简单，花了1000日元，相当于人民币的50块钱了。这是牛肉。哇，好好吃，好精致哦！仙台早市，哇，一个生蚝才100日元，哈哈，进去吃2个。哦，它虽然是一个生蚝100，但是要付餐前小费。OK。5 minutes, okay? 5 minutes. OK. This one and this one, what's the difference? 产地不一样吗？OK。今天中午吃的第2顿，我活吞吞的又把日本变成了美食之旅。这是我的饮料和前菜。有些日本店啊，它就是如果你坐下来的，你是需要点饮料跟前菜的。这个是我点的，我在日本最爱的上贝寿司，开动啦！来一口闷。
说实话有一点难嚼，嚼好久，就不好意思拿出来。生蚝也来了。好新鲜，好好吃。我记得这个当时在机场吃的这一个是600多，他把芥末藏在中间，好好吃。这边有一份说明，他就说在他们这里的牡蛎是叫一个叫三木牡蛎，是这么说的：三木牡蛎在3月到6月的时候是最鲜美、肉质最丰富的时候，也就是现在。它的产卵前吸收营养的时期是在3月到6月。当牡蛎产完卵子之后，它的肉质就会变薄，所以不好吃。所以在产卵前是最好吃的。他们这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什么日本微生物研究所病毒检测。但是我很想知道它有没有核辐射。朋友们，刺客最后买单2100日元，刺客啊刺客！它这里啊，就如果你要进去吃生蚝的话，你要加点一个350的一个什么餐前费吧。还有另外呢，如果你点生蚝吃的话，你还必须点一份饮料加一份餐食，就是你要吃这么便宜的生蚝，你得有配餐。现在我们要去买一个公交1日游的券，攻略上说是在16号站台，是这个吗？ワンデーチケットのもうタイムオーバーになるので、あと40分しかないので、1回ごとIC カードか。哇 ，OK, thank you. Do you have Chinese? 哦，OK, thank you. 拿了一个地图，顺便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房间。我跟你们说，在仙台的这个酒店，可能是我整个行程当中订过最便宜的了，除了青旅以外，日本的快捷酒店。来，带你们一镜到底，只要一镜到底就足够了，因为它就是这么小，家具还是稍微有一点旧的啊，陈旧的。这边有一个冰箱呢，电视、遥控。烧水壶，看一下烧水壶干不干净，也是有一点水渍的，不过可以接受哎，这已经是日本最便宜的酒店了吧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加热的煮东西的东西，居然还有一件睡衣。这房间的按钮也非常的老旧，你们敢相信吗？最便宜的酒店有一个浴缸，不过这个卫生状态，这个马桶略显旧了一点颜色。日本的最便宜的快捷酒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？有这么一个中国人，他之前是学医的，并且留学到日本，成为日本的首批留学生之一。他最开始是在东京，后来转到仙台的东北大学，就是我所在的位置。随后呢，他又弃医从文，用手中的笔当作武器，捍卫了自己的祖国。这个人就是鲁迅。现在我来到了他的学校。仙台医学专门学校，作为中国人，几乎大部分人都是读着鲁迅的作品成长的。噔噔噔噔，现在在东北大学里面有非常多鲁迅的雕像，鲁迅先生。这里有一个鲁迅的阶梯教室，但是我已经超过时间了，那下午4点就关了。想象一下，曾经的鲁迅就在这里面上课。给大家看一下网络上面的视频吧。想要进入阶梯教室参观，是需要提前在东北大学的官网上预约。这个教室还保留着当年的木质阶梯和讲台，黑板上悬挂着鲁迅上课的座位标识，第2排第3列。来到这个学校啊，你突然间觉得，跟这个大文豪鲁迅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连接感。我在走过他走过的地方，前面有几棵樱花树都开了，哇塞，真好看！樱花太漂亮了。在东北
北大学的史料馆，一半是介绍东北大学历史，另一半是介绍鲁迅的纪念馆，珍藏着许多鲁迅在此读书的物件，比如课程表、成绩单。在140多名学生当中，鲁迅排名68位。想象一下，但是鲁迅如果没有选择弃医从文，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个平庸的医生，而少了一个影响中国的大文豪。下面我们去鲁迅的宿舍看一看。我看了谷歌地图是24小时的。这里他们把鲁迅住过的地方专门建了一个公园。这边还有鲁迅的一个介绍：中国文豪鲁迅，1904年9月至1906年3月期间，留学于东北大学医学部，前身仙台医学专科学校。在此地有鲁迅最初寄宿的佐藤屋，这个地方就是鲁迅曾经的校舍，但是可能房子已经不在了。但是就在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，这里有一个水井。我估计这也是过去留下来的。哇，他宿舍后面的景色好好啊！你们看，有一条河流从那边流下来，然后这边是一些小房子。日本的公交车是后门上车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日本的公交车是怎么做到这么准时的？那上面写了几点就几点，而且它那个时间点就是写在公交车站旁边。这个应该就是日本的城乡结合部。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仙台，它相当于在仙台的一个小山，然后这上面风冷飕飕的。这个是伊达政宗，是日本东北王，他创立了日本东北的伊达文化。那什么是伊达文化呢？简单的说，它既有武士的霸气，又有贵族的风雅。用一句话来总结，就是又帅又猛又有品味。用现代的一个说法，就是霸道总裁的温柔。那伊达政宗本人呢，也是一个琴棋书画皆会的人。现在看一下整个仙台，其实在这个上面看夜景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又回到了仙台站，今天算是把仙台兜了一圈。其实仙台这个城市并不大，比较小，你花1天的时间走走逛逛也差不多了。但是在仙台有一个特别的美食，在整个日本都特别出名，那就是牛舌。在去吃牛舌之前，我们要去它的高楼上面看一看仙台的夜景。这一个哈密瓜2500日元，日本人真的吃不起瓜啊，朋友们。看到了西瓜了，这个西瓜特别小啊，2500日元也是130左右。我一只手可以拿起来，但是我不敢拿，怕摔坏了。原来日本人是真的吃不起西瓜。这个观景平台是免费的，31楼，貌似是他们的写字楼的最顶楼。你们要是过来的时候收这个优衣库就可以了，在优衣库的那个商场的2楼。爬得好快啊，瞬间就到31了。他们最后闭馆时间是晚上8点啊，来到了这里了，终于上来了。这个难怪不收费呢，这个空间比较小。哇，真的好漂亮！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还好我刚才没有在山顶看，山顶那个吹风。这边呢是有块玻璃，不过玻璃会反光。Which is best seller? Oh, this one. Yes. 我来吃他们的毛豆奶昔，591一杯，就是长这样，好小一份哦。怪好喝的，就是有点甜，上面还有点麻薯。但是那个豆子的味道非常浓，它是把那个毛豆全部都打成泥，然后加一点牛奶吧。它是像一个比较稀的豆子味的冰淇淋。果然还是要排队的。牛舌的价格好贵呀，3枚9切3200哦，这样吗？排队机。朋友们，我已经在8点过后过来了，但是还是要排队。
OK，Thank you。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吧，总算是进来了。刚才我在外面已经看了一会儿了菜单。我准备点这一份2450，这是一个定时，它是有套餐的。然后看了有4片厚的牛舌，4片牛腩，我想应该会好吃吧。这家店排队的。That's all。我还点了一杯梅子酒，来干杯，朋友！咚，梅子酒酸酸的，甜甜的，好好喝。在日本呢，定时就是套餐的意思，所以呢，这边日本大部分它都是以吃套餐为主，它不像咱们中餐有分餐制的，基本上每个人就吃这样的一个。它这个是厚切，隔壁大叔吃的是我2倍的量，咱们开动吧。终于拍照拍完了，拍了半天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先吃一个牛舌，那么厚。它这个牛舌我看了，它有分2种，一种是特别厚的，叫什么血蒸。哦，好嫩，好嫩。牛舌咬下去就是会有哽啾哽啾的，很香，没有什么腥味。这个是山药泥，它就可以选山药泥或者是蔬菜沙拉，我选山药泥。我看日本人都是把山药泥倒到饭里面吃，我也试试看。这好像是我以前看到某一个深夜食堂这么吃的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米饭面的滑溜溜的，这个就是牛肉，牛肉也好吃，好吃是好吃，就是太贵了。牛肉汤，哇，这牛肉汤好好喝。它就像是清清淡淡的，啥也没有添加，然后就放了点葱。这么几天下来啊，我真的觉得日本这个地方对于旅行来说，除了贵没有什么太大毛病。当然，这个贵不是他的缺点，是我的缺点。今天仙台日游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了。我呢，就是回去可能洗睡了，今天要洗衣服了，有3、4天没有洗衣服了。然后呢，明天开始我们会进行一次非常特别的冒险，记得收看下一个视频哦。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5国日本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。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